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引爆整个 AI 领域的趋势。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像是 Anthropic、OpenAI 还有 AWS 这些科技巨头，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点都开始大谈所谓的 AI 技能 skills。有的叫 skills， 有的叫 powers， 超能力。对，超能力听起来更厉害。那我们手上其实有好几份关于这个主题的资料，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官方文件，还有 IT Pro 跟 Unite AI 的产业分析，另外也有一篇 AWS 的部落格文章。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大家理清头绪，看看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新名词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根本性的转变怎么说？你可以这样想象哦，就是如果你能把你团队里最厉害的那个专家，他的知识、他的工作流程，甚至是那些你知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know how， 那些 unspoken rules， 对，把这些全部打包成一个个技能包，然后让 AI 代理人以及是 agent 可以随时去取用。哦，这等于是给 AI 一个可以随时请教的专家大脑。完全正确，这也是为什么大个厂现在这么投入，因为大家终于意识到，光有一个很聪明的大脑是不够的 ，AI 必须要学会怎么做事。等等，那技能这个词听起来很 fancy 啦，但这跟我们以前，比如说写一些脚本 script， 或是做一些外挂 plugin 给程式用，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感觉有点像新瓶装旧酒。这是个好问题，很多人一开始都有这个疑问。对啊，表面上看确实很像，但那个关键的差别在于动态调用还有自然语言界面。动态调用，对，传统的脚本，你必须要在程式码里面很明确的去呼叫它，告诉它现在该执行了。但 AI 技能是 AI 根据你跟它的对话，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该用，还要怎么用。所以我可能根本不知道它用了。变成哇太神了的那个关键，这才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地方。好，这个自行决定听起来有意思，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技能包里面到底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呀？根据我们手上的资料，它好像不是一句简单的指令，不是，它更像是一个结构化的资料夹。资料夹。的确，这个资料夹的核心是一个叫做 SKLMD 的 Markdown 档案。SKLMD。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技能的说明书，里面会很清楚的定义这个技能的名称、它的用途，然后最重要的是还有详细的一步一步的执行步骤。这些步骤是写给人看的还是 AI 看的？主要是写给 AI 看的，就是告诉他要完成这个任务，你该怎么做。OK， 所以除了这本说明书，好像还有一些选配的，像工具箱一样的东西。没错，比方说 Scripts 这个资料夹里面就可以放实际的程式码，然后 References 里面可以放更详细的技术文件或 API 手册。还有一个 Assets。对 ，Assets 就可以放一些模板啊、图档啊之类的资源，所以这等于是把执行一个任务需要的所有知识跟工具全部都打包在一起了。哇！而且这个设计，我觉得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采用了一种叫做渐进式揭露 （Progressive Disclosure） 的理念。渐进式揭露。对，这彻底颠覆了我们过去对 AI 记忆体的看法。以前大家都在比谁的上下文视窗更大。对，就是想办法把整座图书馆都塞进 AI 的大脑里。没错，就是那种给我越多资料我就越懂的暴力美学。哈哈，对。但技能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思路。AI 在一开始，它只会读取每个技能说明书里面的名称和简短描述。就像只看书名和封面简介一样。完全正确，他不需要记住所有的细节，他只需要知道我有这些书可以查。只有当你的任务跟某个技能的描述高度相关的时候， AI 才会真的去翻开那本书，读取里面所有的详细步骤和参考文件。所以重点不再是让 AI 记住所有事，对，而是让它学会如何查找。这在效率和可靠性上是更优雅的一个解决方案。了解。所以 AI 有2种方式可以去翻书，一种是明确调用
我可以直接在提示里面用像是斜线 skills 或是前字号 $ 符号。像点菜一样。对，像点菜一样，直接指定要用哪个技能，这很直观。但更有趣的是另一种叫隐性调用。隐性调用就是 AI 会根据你的任务描述，自己默默地在背景判断哪个技能最适合，然后自动去启用它。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可能只是要求它帮我分析上个季度的销售报告，然后做成简报，你完全没提到任何技能。但 AI 在背后可能就自己呼叫了数据分析技能、图表生成技能，还有简报排版技能。哇，所以使用者感觉到的只是他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没错，这就是它的魔力所在。而且这些技能的存放位置也决定了谁能用它们。资料里面提到，你可以把技能放在专案的.codex skills 这个资料夹里。对，这样整个团队都能共享。所以可以确保大家在处理同一个专案的时候，用的方法和工具都是一致的。不止如此哦，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你个人的设定档目录，那它就变成你专属的武功秘籍。不管在哪个专案都能用。对，更进一步，系统管理员还可以在整个公司的伺服器层级统一配置某些技能，用来强制执行特定的安全规范或最佳实践。哇，所以这套从个人、团队到整个组织的层级化管理架构，让技能这个概念变得非常强大，而且是可控的。是的。好，那聊到这里啊，我们就不能不提 Anthropic 这家公司了。Unite AI 的分析就指出，他们在2025年12月18号做了一件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事。他们直接把这个代理人技能，也就是 Agent Skills 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开放标准。没错，还架了一个网站 agentskills.io， 这等于是昭告天下说大家一起来玩吧。这完全就是他们的剧本啊。剧本？对啊。他们之前对另一个叫做模型上下文协议 MCP 的技术也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我知道，那个协议是让 AI 连接外部工具的标准。对，他们也是先开放，然后干脆捐给了 Linux 基金会。结果你看 Google、微软、AWS 这些竞争对手后来都加入了。所以他们其实是在试图成为 AI 时代的规则制定者。没错。那他们的策略等于不是盖一道高墙把自己围起来的护城河，而是去打一条大家都要走的高速公路。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把标准开放出去，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他们的赌注是这样：如果技能成为整个行业的标准，那 Cloud 也就是 Anthropic 的模型，它就不需要是唯一使用技能的 AI， 它只需要是最会使用这些标准化技能的 AI 就行了。所以这是一种在执行层面上的竞争，而不是在生态锁定层面上的竞争。没错。他们在赌自家的模型在理解和执行这些复杂指令的能力上会超越竞争对手，同时这也让他们那个负责任的 AI 公司的形象更加鲜明。对，因为他们在推动一个更开放、更少厂商锁定的生态系。对，这跟 OpenAI 或是 AWS 的做法就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非常强烈。 OpenAI 也有类似的 Skills in Codex 系统，然后 AWS 叫 Kiro Powers， 但他们都更倾向于建立自己的专有生态系。没错，像是 GPT Store 或者是 AWS Marketplace， 就是希望把开发者和用户都留在自己的围墙花园里面。所以你看，虽然 Agent Skills、Skills in Codex、Kiro Powers 这3个名字不一样，但背后的理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看到了赋予 AI 专业、可重复使用能力的重要性。对，真正的分歧点就在于开放跟封闭这2条路线的战争。好，这种开放对决封闭的策略听起来好宏大，但对我们每天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来说，这到底改变了什么？我想看看 OpenAI 和 AWS 的文件里提到的实际应用，或许能让我们更有感觉。当然，而且一个开放标准对企业用户来说意义非常重要。怎么说？你想，没有人希望自己花费数百万美金，耗费大量人力去客制化的 AI 功能，最后发现只能绑定在单一的供应商上面，就风险太高了。对啊，万一哪天这个供应商涨价、改变政策，或者更糟的被对手收购，你所有的投入都可能付诸雷水。所以开放标准意味着，我今天为 Cloud 写的技能，
明天理论上也可以在 OpenAI 的 Codex 或其他平台上跑。没错，这大大降低了被厂商锁定的风险。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在 OpenAI 的文件里面，他们提到一个内建的技能叫 Skill Creator。所以我的工作不是去写程式码，而是要学会如何用人话很精准的向 AI 描述我想要的功能，然后 AI 就会自己把那个 skill.md 和相关的资料夹都建好。就是这样。这对开发者的要求完全不同嘞。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实验性的技能叫 Create Plan。Create Plan。对，用了这个之后，在你描述完需求之后 ，AI 不会马上开始写程式码，它会先给你一份完整的开发计划。告诉我他打算怎么做。对，包括他打算如何分布实现，需要哪些资源等等。这就好像是有个资深的系统架构师在跟你一起工作一样。哇，还有一个 Skill Install， 可以直接从 GitHub 上安装别人做好的技能。这让我想到我们以前用 npm 或 pip 装各种套件。概念很像。但我感觉风险更高了。毕竟你装的不是一段被动的程式码，而是一个能让 AI 主动去执行的专家知识。你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信任。对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未来很可能会出现那种经过官方认证的技能商店，就像苹果的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一样。就是要有个严格的审核机制。没错，不然你很难放心让 AI 使用一个从网络上随便下载、来路不明的技能去操作你公司的核心资料库或客户资料。这也催生出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对这些技能进行安全审计和权限管理？完全正确。除此之外，还有出错的问题。对，如果 AI 在隐性调用一个技能的时候出错了，我要怎么知道问题是出在我的提示，还是 AI 模型本身，还是那个被调用的技能？没错，这让整个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围绕着技能的开发、分发、安全和维护，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生态。我们现在看到的真的是冰山一角。而 AWS 的例子就展示了这在特定专业领域的巨大价值。他们的部落格文章介绍了专为 Aurora 资料库设计的 Aurora Power。听起来很具体。非常具体。文章提到，一个游戏公司可以用它来快速设计玩家数据系统的资料库。所以可能只要讲几句自然语言的提示，就能完成过去需要资料库专家花好几天才能搞定的 schema 设计。就是这个意思。或是一个电商，可以在购物季来临前，让 AI 自动分析并且实施查询的优化。这等于是把一个随时待命的 AWS 认证的专家直接整合进了我的开发流程中。正是如此，他把专家脑中那些无形的、基于多年经验的最佳实践，变成了一套具体的、可以被 AI 执行的指令。这省去了开发者大量阅读枯燥文件和反复试错的时间。对。而当这个标准被广泛采用时，它的网络效应会非常惊人。United AI 的报道就提到，在 Anthropic 宣布开放之后，微软、OpenAI、Atlassian、Figma 这些巨头都已经采用了。哇，连 VS Code 的鱼篮版都已经内建支援了。这意味着开发者有了一个全新的分发渠道。没错。我今天开发了一个很棒的，能跟 Notion 或 Linear 深度整合的技能，它不再只能在某个特定的 AI 平台上用，它可以被所有支援这个标准的平台上的用户发现和使用。像是 VS Code、GitHub Copilot、Cloud 等等，这对开发者来说是巨大的诱因啦。这就是平台战争最迷人的地方。一旦标准确立，大家就会开始争夺开发者。因为谁拥有最丰富、最强大的技能生态，谁就能吸引最多的用户。好，所以综合来看，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 AI 技能，它代表 AI 代理人正在从一个什么都懂一点的通才，朝着一个可以被赋予特定领域专业的专家的方向演进。这是关键的一大步。我觉得这件事的真正核心，其实是 AI 产业正在迎来它的 App Store 时刻。App Store 时刻，对，技能就是应用程式，就是 Apps， 而各大模型厂正在争夺成为那个底层的作业系统 OS。Anthropic 赌的是，如果作业系统的标准是开放的，
那么最好的应用程式执行者，也就是模型本身，就会胜出。而 OpenAI 和 AWS 则希望自己既是作业系统，也是唯一的应用商店。对，这场战争的输赢将会决定未来 AI 的创新是由少数巨头控制，还是有一个开放的社群共同来推动。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当 AI 代理人透过这些可插拔的技能，能力越来越强大，甚至能独立执行非常复杂、需要多步做协调的专业工作流程时，它与一个真正的人类团队成员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开始变得模糊？而你作为一个使用者、开发者或是管理者，在这个新兴的技能商店里，当你需要将公司最重要的工作交付给 AI 的时候，你该如何判断哪些技能是真正值得信赖的，而哪些又可能只是包装精美的特洛伊木马？